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档案。我小时候啊，看到有些汽车背后的标，就一直很疑惑，难道北京才有奔驰吗？这宝马跟华晨宇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才知道啊，早期为了保护民族汽车工业，规定外国的车企呢想要在中国生产销售，就必须得合资。那华晨集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自主车型的销量领先，背靠着宝马躺着赚钱，曾经是风光无两啊。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华晨宝马的车主提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华晨给抠掉，只留下宝马。他们觉得是这两个字拉低了宝马的格调，让 BMW 失去了小资的气质啊。2020年11月20日，华晨集团破产重整，车主们的第一反应却是，终于不用再抠车标了。咱们本期的主人公呢，就是华晨的创办人杨荣。他呀不懂汽车，却闯进了这个赛道，收购了濒临倒闭的金杯汽车，将其打造成国民神车，又亲手缔造出华晨帝国，成为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交所成功挂牌的人。然而啊，他在人生的后半段却经历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落寞地倒在了与体制的对抗中，被全球通缉，远走他乡。从曾经的福布斯榜中国第3的富豪，到梦想破灭出走美国，杨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本期视频 M2档案将带领大家来一探究竟。杨荣的发家史啊，始终是个谜，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谜底。关于杨荣的身世呢，网上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杨荣刻意模糊了他人生的早期经历，放出很多具有迷惑性的烟雾弹，粉饰雕琢着他的过去。杨荣出生于1957年，关于他是哪里人有很多说法，有说是安徽的，有说是江苏的。杨荣成名后自称是安徽徽州人啊，但是多数人不认可。可信度高点的说法呢，是杨荣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的一户普通人家，家中有兄弟4人。还有人说啊，他的姓名都是假的，杨荣就是仰仗金融的意思。那这一点呢，被杨荣的儿时伙伴否认了。他说杨荣从小就姓杨，只是以前的名字是杨友，什么时候改的名也说不好。据说啊，杨荣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初中毕业后呢，他就辍学去了镇上的饭店做学徒，因为机灵乖巧，所以深得大厨赏识。出师之后啊，就去到江阴县城，在一家大饭店做厨师。杨荣对朋友呢很大方，曾经招待朋友到他打工的饭店吃饭，亲自下厨，做的是店里头极名贵的红烧石鱼，还没收钱，差点把老板给气晕了。正在做厨师的杨荣啊，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本来就不安分的他蠢蠢欲动，辞去了工作，翻身下海。他在江阴街头开了一家小商店，但很快就关门大吉了。他又去江阴一家外贸公司当起了推销员。也许是初代推销员的经历，让杨荣练就了嘴皮子利索、吃苦耐劳的优点，也培养了他最初的市场头脑和商业意识。突然有一天啊，这个小小的推销员就换了一副模样，梳起油光瓦亮的大背头，个子虽然不高，但红光满面，非常气派。人们由此推断，杨荣发财了。在江阴乡间的流言中呢，杨荣结识了一位贵人，开始了倒爷的买卖。那个时候啊，同一件商品的市场价格往往高于体制内的价格，所以就催生了大批倒爷。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嘛。咱们之前说过的牟其中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家致富的。后来呢，杨荣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开始利用人脉从银行借款，转手放贷给江阴当地的小企业，赚取这个利息的差价，一步步完成了从倒爷到资本掮客的转型。坊间有传言说，杨荣刚开始接触资本市场的时候啊，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对他日后的人生方向产生了某种影响。有一次呢，就因为收款后没能按时供货，被一家江阴的纺织厂告到了公安局。当时正值大力整顿经济犯罪的时期，于是一天深夜，警察就从宾馆的床上把只穿了一条裤衩的杨荣给抓进了江阴城西派出所。后来直到还清了所有欠款才被释放。杨荣还说自己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3进手术室才大难不死的活了下来。他还向媒体公开宣称自己曾经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信口雌黄呢，还是成功镀金，没人知道。反正杨荣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秘秘、故弄玄虚、善于自我包装的一个人。关于杨荣的发家也是众说纷纭。比较可靠的说法呢，是他从股市上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9年，杨荣用他哥的企业在建行发行了400万的企业债券，带着这笔巨款跑去上海炒股。早期的股市因为缺乏规章制度，管理是有点混乱的。杨荣胆大心细，激进狂热，加上人脉广、消息多，很快便在资本市场如鱼得水。1990年，上海滩风起云涌，东湖宾馆已是资本炒家们的盘踞重地了。这儿咱们要插一句，这个东湖宾馆呢，就是旧上海时期杜月笙的杜公馆，后来被送给了特务头子戴笠。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时候东湖宾馆被上海市委作为招待所，极少对外开放，能住在里面就意味着某种特权。拥有超能力的杨荣承包了东湖宾馆7号楼，在此期间呢，他结识了金融圈的大佬，时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托董事长和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的徐文通。徐文通和杨荣算是邻县的同乡，十分赏识杨荣的金融天赋，给他引荐了一系列高层的政商人士。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杨荣身上有一股草莽之气，对朋友豪爽仗义，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也能跟这些大佬们打成一片。那这些人就成为了他日后自由游走资本市场的硬币。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机制僵化的国企已经江河日下，当全国的有志青年都争先恐后南下之时，杨荣却逆着人群北上来到了辽宁沈阳。在圈内人的引领下呢，接触到了东北一家陷入困局的国企沈阳金杯客车厂。这个金杯的前身是96家名字里头带汽车的企业拼在一起成立的沈阳汽车工业公司。那个时候呢，国企改革本来以为人多力量大，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修理厂和零部件加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人员涣散。董事长赵锡友折腾好几年，公司毫无起色，心里那叫一个着急他跑到国外一顿考察，发现还是得搞股份制改革，于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了。年近60的赵锡友是个有闯劲儿的人，为了金杯操碎了心，他向社会发行股票，想要筹集资金。可是当时全国上市的流通股票才10几只，赵厂长忙活了1年多，还跑去中南海旁边卖股票，最后只卖出去了一半，剩下的死活没人买。就在他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呢，杨荣来了。杨荣的出现给金杯浑浑噩噩的现状咔嚓劈下一道闪电。他对赵锡友说，老哥，把你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杨荣之所以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他在参观车厂的时候瞅准了金杯和日本丰田签订的一个技术援助合同，引进丰田海狮的技术，生产金杯海狮轻型面包车。许多80后90后初次接触汽车都是从这个第4代丰田海狮开始的，而这头金杯海狮将成为杨荣日后手里的最大王牌。1991年，杨荣用4600万人民币买到了金杯51%的股份。这儿要多说一句金杯可是国企，杨荣没法用个人名义收购，他呢是在百慕大注册了一个壳公司，也就是华晨控股。那至于为什么要在百慕大注册，大家应该都知道避税嘛。金杯需要钱，杨荣需要能够包装上市的资源，两者一拍即合。然而到了那年年底，国内的汽车市场却突然迎来了一股凛冽的寒风。上海牌轿车停产，正式宣告了国产轿车品牌的消亡。大马路上的富康、桑塔纳取代了老吉普小面包，合资品牌高歌猛进，国有老厂垂死挣扎。金杯被寄予厚望的拳头产品海狮却迟迟不见动静，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赵厂长的预料中，依靠着杨荣带来的资金和金杯过往车型的销售收入，是能够支撑公司完成轻型客车的研发计划的。但市场的变化让金杯的效益大受影响。杨荣那边呢，之前入股已经消耗掉了大部分财力，不巧华晨背后的海南华银，也就是他的伯乐徐文通的那个公司，也卷入了一场金融诈骗案中，银行账户被查封，流动资金被冻结。陷入困境的杨荣意识到，无论如何，只有尽快让金杯上市，才能盘活这个死局。他让赵厂长把金杯想上市的这想法呢汇报给沈阳市政府，问这事能不能整。政府很爽快的回答，整。那还犹豫啥呀？说干就干呗。可是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信心满满的杨荣跑了好几圈，递了一堆报告，申请却犹如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他。事情就这么陷入了僵局。然而新年刚过，转机就出现了。
1992年开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搞改革开放，看准了胆子就要大一点。赵本山也在这一年的春晚上说，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国内上市不成，仰荣就开始想办法去海外上市。他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经人介绍认识了曾在美林证券美国总部供职的汪康茂，并将其招入麾下，担任华晨的常务副总裁。汪的加入促成了金杯，也就是华晨汽车在纽交所上市这一历史性的成功。华晨汽车的上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无数公司的换股操作。你想想要把一个老旧的国有企业包装到美国上市，既要满足国内的要求，不能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又要在财务组织架构上被美方所接受和认可，本就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儿。这里面最关键的神来一笔，是仰荣和徐文通一起拼凑了一个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一箭双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惜那个时候的他没有预料到，10年之后，这个最明智的做法也为他埋下了最深的坑。正是这个用完即弃的基金会，在关键的时刻把他从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董事会主席的宝座上轻松地推了下来。折腾完眼花缭乱的换股呢还不够，美国证监会要来中国考察情况，要实地考察金杯工厂。那当时整个工厂是破破烂烂，连厕所都漏风，工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总装车间里头那几台德国的进口设备，以及从日本租赁过来的模具设备。仰荣赶紧安排人刷墙粉饰，总算把表面功夫给做好了，糊弄过去了视察人员。好消息是在华晨汽车海外上市的前夕，这国内的上市也有动静了。金杯汽车的上市方案也通过了，在上海证交所 A 股挂牌交易，开盘当天股价就从10元迅速飙升至120元，全天最高价177，收于164元，引起了上海股市的强烈震动。根据当时的规定呢，外资企业不能持有国内上市公司的股票，仰荣以华晨控股的名义买下的金杯股票必须全部抛售。这么一倒腾，仰荣手里头突然就有了5个亿。美国那边呢，要求仰荣提供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结果仰荣在很短的时间就将文件传真回了美国，快到让美国的律师难以置信，怀疑这文件是不是假的。因为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备齐的东西，仰荣居然这么快就搞定了，美方当然很难相信当然了，那个时候中国的会计和法律制度与国际的脱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对中国企业保持一个怀疑态度。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仰荣背后的势力有着手眼通天的权利。为了打消美国人的疑虑，仰荣再次赴京，找到在国外颇有口碑的环球律师事务所，出了个符合西方规范要求的见证书，美国人才终于把华晨汽车的上市申请文件递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按照程序呢，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的公司还要去路演。在汪康茂的协调下，赵厂长率队奔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13个城市，展开了上市前的路演，反响异常热烈，成功吸引了美国投资者的兴趣。1992年10月9日，华晨汽车上市仪式在纽交所大厅举行，仰荣特地挑选了巨幅国画《百鸟朝凤》送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在那之后它就像是一只腾飞的凤凰，在资本市场里肆意翱翔。一家毫不起眼的公司，经过重新包装，居然能在国内以及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双双融资成功，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要知道当时中国连证监会都没成立呢，公司法还在讨论中，仰荣却抓住了90年代初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国企的青睐，以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通天背书，非常精妙地完成了资本的一跃。华尔街日报中就提到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也许从今天开始，社会主义中国真正融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游戏当中。仰荣顺利融资7200万美元，金杯也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北的明星企业。这一年他才刚满35岁。这个结构现在被广谱的使用，如果我当时有一点或者专利的基础或者是意识，那可能是今天会又不一样了。追溯仰荣的发迹史其实不难发现，无论是上海炒股还是介入金杯客车，
都与徐文通以及他的海南华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这个资本大鳄的存在，仰荣的一系列资本运作才能顺风顺水。咱们可以大胆推测，仰荣不只有一个徐文通，他背后的那些大佬是90年代就能睁眼看世界的精英们，他们知道国际资本是怎么个玩法。华晨上市3天后呢，中共14大召开，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国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受此鼓舞呢，华晨汽车的股价一路上扬，飙升至34美元，在华尔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被问到上市是否是为政治献礼的时候呢，仰荣不置可否。有人就分析，其实仰荣的幕后势力就是为了在14大之前把上市的事给搞定，所以他拿到那6大部门的批文才那么神速。要知道，在14大之前，有人吹风攻击改革开放的路线，而华晨在海外的成功上市，恰如其分地为14大添加了注脚。仰荣背后的那群人，很可能是改革派、自由派，是能量很大的上层圈子。从华尔街归来，上市小组去中南海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后来华晨汽车海外上市的事呢，被写进了哈佛商学院。这钱也有了，名也有了，仰荣开始飘了。他本来就不懂造车，上市后也不抓企业经营。他对金杯汽车的安排就是他负责搞钱，赵厂长负责造车。然后他就跑到上海去给企业开会了。讲什么呢？讲这个海外上市的成功经验，雄心勃勃的想要试图复制华晨的成功路径，打造下一个华晨钢铁、华晨化工、华晨制药。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场危机正向他逼近。首先呢，还是他倒腾股权埋下的隐患，有关部门就开始调查所谓的外资控制国有企业的问题。随后仰荣遭到了证监会警告，你那什么经验分享研讨会可是非法的，打没。而这时呢，一路支持仰荣的老厂长赵锡友也退任了。人事上的巨大变动引发了金杯汽车的连锁反应，许多政策被搁置，生产经营大不如前，公司业绩迅速下滑。不到半年，华晨的股价从最高点34美元一路狂跌至3.5美元，引发国内外投资者的巨大恐慌。美国上市纯属骗钱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仰荣这才意识到，缺乏实业的支撑，即使上市成功了，也难以维持长久。他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开始认真的造车。因为仰荣极少涉足金杯客车的日常事务，沈阳方面都觉得他不懂汽车。最后是靠他杀回沈阳，跑到沈阳政府给书记市长立下军令状，说华晨来管理金杯客车，给我们2-3年时间，如果不如你们管得好，华晨自动投降，交出管理权，金杯客车是赔是赚，一切由华晨承担。终于仰荣要回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荣的得力干将苏强去仓库转了一圈，发现上千套日本进口座椅被堆放在里面，都发霉散架了。一问才知道，为了养活金杯旗下的一家座椅厂呢，管理层不惜把丰田原装的座椅给搁置了，一放就是3年，导致座椅彻底报废。仅此一项，企业损失就达3000万。当时金杯客车一年大约生产3000辆海狮车，每台售价30万元人民币。按理来说呢，财务状况应该相当不错。但是因为管理的漏洞迭出，生产控制能力又严重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企业非但没有盈利，还接连亏损。苏强召集员工开会的时候呢，看见下面坐的也是白花花的一片，都是老师傅。况且合资公司还有一个普遍问题，那就是员工大多是国企转制来的产业工人，确实是不思进取，都等着退休安度晚年呢。而且东北工人们向来性格耿直，脾气大，听说苏强要推行改革，自觉大事不妙，纷纷联合起来进行阻挠。为了恐吓这个年轻的经理，几十个工人光着膀子躺倒在他的办公室，就是赖着不走。那场面堪比东北大澡堂子。还有人写恐吓信，上面画了一把刀，几滴血，标题是小心你的狗头。这还没算完，1994年江河日下的金杯汽车继续滑向深渊。沈阳市政府呢，就带着出售金杯的计划找到了老大哥一汽。仰荣担心一旦被收购，金杯又要经历人事变动，华晨的股票也有可能受到波及。耐不住性子的他带着华晨的高层前去拜访一汽的董事长耿少杰，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耿少杰呢，可不是吃素的，一汽能够重振雄风，就是他老耿杀出的一条血路。他推出的小解放面包车力压同款，把竞争对手打得叫苦不迭。
耿绍杰因此被外国同行形容为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汽油啊。他跟工人们一起加班，在烧红的铁块上用饭盒煮白菜当做年夜饭。在他的带领下，一汽研发出了6102汽油发动机，把中国卡车的制造水平提升了整整30年。对于仰荣呢，耿绍杰是压根儿没放在眼里。他选择跟沈阳政府合作，强势进入金杯客车，并控制了董事会。虽然一汽后来发现金杯实在是个烂摊子，真的带不动，就选择退出了。但仰荣算是和一汽结下了梁子，他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造一款比一汽小解放更牛的客车，打得他满地找牙。痛定思痛，卧薪尝胆，仰荣跑去丰田总部参观学习，看上了他们的 TPS 生产线技术，一狠心斥巨资买下，回来以后大刀阔斧搞起了改革。引进了丰田技术的新型海狮 SY6480，不仅性能更高，价格还更低了，打的就是你一汽小解放。仰荣是不懂造车，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要遵守。他用天马行空的经营方式，给市场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在仰荣之前所有的汽车广告都是没有明码标价这一说的，卖多少钱都是经销商决定的，价格并不透明。这新海狮上市的时候呢，仰荣直接明码标价，还实行了全国经销商统一折扣价，把价格和返点写得明明白白，杜绝了内部人员和经销商勾结吃回扣的现象。1996年，造型新颖的新海狮一经上市，就因为超高的性价比，销量直线上升，把小解放直接给干停产了，一跃成为了国内轻型客车领域的老大。你不是小解放吗？我直接把你这个产品线给解放喽。仰荣对一汽憋着的那股火终于能撒出来了。一汽无奈之下，将手中的股份出售给了几家投资公司。结果您猜怎么着？那几家投资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又是仰荣，真可谓杀人诛心，片甲不留啊！从此以后仰荣就是西飞回宫之钮钴禄仰荣啊！当初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仰荣还是个对造车一窍不通的门外汉。5年下来，他用出色的销售业绩给自己扬眉吐气，给了那些质疑者重重的一击。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的房地产和汽车成为了下一个拉动内需的爆发增长点。伴随国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街上轿车的数量与日俱增，既有国产桑塔纳、捷达和奥拓，也有进口的雅阁、斯柯达等等。有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坐上了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不满足于只当轻型客车领域的老大，仰荣又将眼光瞄向了轿车。其实早在95年，他就找过东风汽车和长春一汽谈合作生产小轿车，但都被拒绝了。理由呢，是你华晨造车不行，你仰荣人也不行out。在1997年初，仰荣拉着金杯的技术骨干就成立了 M1 项目小组。这儿声明一下，我们频道的名字跟这个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经过技术研究和市场分析呢，仰荣决定造一款 B 级轿车，他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花桑塔纳的钱买到帕萨特、奥迪一样品质的汽车。很多人都以为他疯了，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事还真被他给干成了。仰荣带着专家跑到意大利去学习，他发现奔驰和宝马都是采用零部件采购制，并不是什么都是自己生产的。这思路一打开，他就决定仿照宝马国际分工的研发思路，去国际上寻找合作，让华晨跨越技术障碍。仰荣找到沈阳的合资公司航天30，把发动机的大事给解决了。当时的中国流行3厢式轿车，仰荣跑去意大利找到了汽车界的泰斗乔治亚罗来搞设计。这位大师的作品包括法拉利 250GT、保时捷 Tapiro、菲亚特 Panda、玛莎拉蒂 Ghibli、兰博基尼老小牛等等。1997年华晨汽车出资了6200万美元，与意大利设计公司正式签约。签约完呢，仰荣就马不停蹄地回沈阳找市政府，想让政府给批块地建个轿车厂。曾经主导华晨接管金杯客车的张荣茂届满离任，穆随兴接任市长，给仰荣加油打气，说你们搞轿车政策上我们全力支持，但是造轿车需要的大笔资金我这儿可没有，你得自个儿想办法。没问题不就是融资吗？这事儿仰荣熟1999年，仰荣收购了上海滩当年的老八股之一申华实业，将其更名为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推动华晨汽车去香港2次上市，顺利集资6.5亿港币。随后在制造业领域频频发力，
一方面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培养核心的自主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和5大外资汽车公司合作，搞联合开发，打造出了华晨的5朵金花：金杯客车、金杯通用、华晨中华、华晨宝马、三江雷诺。这几个合作基本打下了华晨汽车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基本盘。短短几年内，仰荣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打造出了一个华晨迷宫。246亿的规模，5家上市公司，158家关联企业，138家交叉持股企业。看似杂乱无章的产业运作中却有着一个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以海狮客车为基础，自主轿车为风口，带动各类车型全面发展。2000年12月16日，华晨历时3年打造的中华牌轿车终于闪亮登场了。Since a long-cherished dream comes true today, the first Zhonghua car by Chinese people and for Chinese people. 作为中国第一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档轿车，一经亮相就赢得了市场的热捧，仰荣更是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英雄。沈阳市政府兴奋不已，专门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荣荣誉市民称号。然而呢，仪式当天仰荣却意外地发现，出席仪式的官员中少了很多熟悉的面孔。2个月后，他才得知原来沈阳市长穆绥兴、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为贪污腐败被拘捕，受牵连者达上百人。这个就是咱们东北系列里面说的木马大案。明面上呢，仰荣虽然与贪腐无关但平时难免与涉案官员有所走动。他担心自己会重蹈金杯厂老厂长赵锡友的覆辙，毕竟自己的老队友当年就是在市长变动后被动退休的。在这个特殊又敏感的时刻，仰荣做了一个令他懊悔终生的决定：南下转移。他雄心勃勃地把目光转向了临海的宁波，准备大干一场，却没有料到，正是这个决定断送了自己和华晨的大好前程。仰荣成功路上的转折，可能要从清华园说起。中华轿车在清华园展出之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发动机上30的标志，非常失望。仰荣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中华轿车配上自己造的发动机。事实证明呢，30的发动机也确实不行，动力不足，车型不匹配。于是仰荣找到宝马，想把宝马的发动机放到中华车里头。宝马就面露难色说大哥，我这发动机比你那台车都贵，你跟我闹呢？话虽如此宝马并不想得罪这个中国伙伴，便把罗孚汽车推荐给了仰荣。罗孚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英国汽车公司，曾经是英国女王的私人用车。宝马运营了罗孚6年，换来了一个血亏的尴尬局面。2001年，仰荣跑到英国伯明翰，领略了罗孚精湛的生产技艺。本来他只想要个发动机，在参观完之后立刻表示我全都要。仰荣立马提出了双方合资建厂，华晨出地出钱，罗孚出产品、技术和设备。这个谈判呢，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沈阳市政府是毫不知情，英国人也发扬了信守承诺的光荣传统，一方面严守秘密，一方面积极配合，合作进展之神速，超乎想象。在所有的协议签署之后呢，仰荣去了几次宁波。当时宁波的经济势头良好，唯独重工业发展乏力。宁波那边也很给力，给仰荣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税收减免，3000亩地先用后付，甚至把即将建设的杭州湾大桥的投资权也给了仰荣。仰荣以华晨控股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的名义，和金杯客车共出资了10亿元，注册宁波正通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此为平台与罗孚展开合作。那这下沈阳那边可不愿意了，想当初为了支持你，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资源，使用了一切能使用的手段，沈阳对华晨几乎是有求必应，政府还指着你一个产业能把沈阳打造成中国底特律，跟隔壁长春 PK 抗衡呢。你这倒好，说走就走，让我这个东北老大哥脸往哪搁啊？沈阳方面呢，一边指着仰荣的鼻子大骂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一边呢拉来了辽宁省政府出手挽留。如果你认为沈阳的交通不便，可以把罗孚的项目放到大连嘛，那也是个海港城市啊。但仰荣呢没领情，他强调沈阳只是华晨的客车基地，新的项目还是打算放在宁波。这下子忍无可忍的辽宁放了大招，10年前埋下那个定时炸弹，在此终于引爆。您还记得吗？
当年为了在美国上市杨荣凭空制造了一个基金会。他其实早就意识到企业的股权结构不能长期这样含混不清，于是呢，他设计了一个资本迷宫，把华晨旗下企业全部套弄进来，彼此参股，互相关联，把原本清晰的关系弄得盘根错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混淆视听，让人无法分辨。虽然原始股本上基金会没有给杨荣1分钱，但从法律关系上来看这个基金会才是华晨真正的大股东，杨荣只是个职业经理人而已。随着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3月11日，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给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也一并划转。公函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小组当即向杨荣宣读了这份公函。1周后工作小组就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的资产。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200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杨荣还以70亿元的身价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名。大华晨旗下6家上市公司，控制资产300亿元，可谓风光无限。没想到过了个年，人生就跌到了谷底。杨荣一气之下远走美国，抛售了手里所有的股票，套现9000多万人民币。回忆这一段是非常痛苦的，因为那是突发事件，什么都可以舍去，命是第一的，所以资产都是身外之物。如果真是政府喜欢这块资产，应该也要跟我商量，说我们给你举行个仪式，我们就看上你这块资产了希望你签字捐给我们，如果不捐，我们就要整肃你也行所以完全是一种非面对面的、非理性的来进行资产的转移。2002年6月18日，华晨董事会解除了杨荣的一切职务。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正式批捕杨荣，还发出了全球通缉令。2003年，杨荣在美国2次起诉辽宁省政府，要求归还个人财产，2次起诉均以失败告终。杨荣出局后华晨一蹶不振，怎么换人都没用。除了宝马外，其他合作项目几乎全部被叫停，其中也包括了罗孚那个项目。罗孚后来也破产了。从2002年到2005年底，华晨领导层换了一茬又一茬，利润从杨荣时期的9亿元滑落到了不到4000万。2006年，中国汽车市场风生水起，外资、合资、自主品牌杀伐不断，而最早扛起自主汽车品牌大旗的华晨则不见起色，反而步步沉沦，距离世纪初那个宏伟愿景是越走越远。杨荣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再无音信，直到2009年6月，一个越洋电话打给了《经济观察报》的编辑部，对方说自己就是杨荣。谈及2002年的出走，他语焉不详地说了好几遍，水落石不出，对事不对人。在采访中杨荣表示已经撤销了全部的诉讼，他认为凡事都要展望未来。他将辽宁方面比作大家长，无论是非对错，父母打了孩子，于礼数而言，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吗？杨荣直言，如果我能选择，选址首选辽宁，合作首选华晨。他还强势发布了自己的正道汽车计划，想要重出江湖。一时间杨荣造车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位逃避国外的通缉犯引起了巨大轰动，风光热闹不输当年。那一年52岁的杨荣把留了几十年的大背头剪成了板寸。再然后2018年的北京车展上，正道汽车一口气推出了3款车型，然后就再无下文了。2020年底，华晨集团宣布正式破产。曾经杨荣和华晨那份要为中国民族汽车产业扛大旗的重担，在新能源时代已经被比亚迪一把接过，而让杨荣引以为豪的中华轿车，现在连影儿都没了。有人说杨荣是投机者，因为他不像吉利的李书福、长城的魏建军一样有清晰的创业史，但就是这么一个不懂造车的门外汉，却能屡屡创造行业奇迹。杨荣曾经说过，中国人搞了这么多年车，却连一台像样的汽车都拿不出手，真是丢人。曾经在沈阳瑟瑟发抖的冬天里，中华轿车的下线仪式上，杨荣高举中华第一车的书法标语，语出豪迈。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句豪言壮语在寒冷的冬日点燃了车企界的一把火，
那么我用我的行动来证明呢，中国的汽车产业不会那么悲观。但是我们不是排挤外国财资本进入中国，我这是证明是中国多元化的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多元化的汽车发展之路。可惜的是呢，他还没看到中华车投放市场就离开了。仰荣的故事看似迷乱，实则清晰，那不过是在特定的时空下，个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发家史，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合资公司与国有企业各自的生存与较量，以及政商博弈的波云诡谲。商场如海，看似深邃，说穿了尽是人事。人事可大可小，商业有起有伏，向大海中撒出一场大网，可能收获丰富，也可能是徒劳一场。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做得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